妞妞，检查报告出来了。爸，结果怎么样？和谁打电话啊？是我爸，今天他在城里做病理检查，报告刚出。又是你爸，3天2头打电话，农村人就是事儿多。明明身子骨健的都跟地里的野草似的，还非得跑城里大医院，浪费那挂号费。妈，我爸不是小毛病，之前县里提醒他肝有问题。淑优啊，你别嫌妈说话难听，你们农村人不就有那说法吗？烂命烂治，见骨头就得见治。那什么乡下树根草药的，挖来吃一吃，肯定就好了。妈，这怎么能随便吃药？得正规治疗。怎么了？你看看你媳妇儿，我说她2句，她还顶嘴。我爸今天来城里做检查，爸那个身体，一年到头不是这儿疼就是那儿疼，哪次检查不是好好的，就别浪费钱了。老公，我打算这次好好陪爸做个系统检查。你家那点家庭够折腾几次的，还不是要我们出钱？我告诉你，你要非给你爸看病，那你就收拾东西陪他回乡下治去。妞妞，爸正要和你说呢，检查报告没问题，爸的肝脏一点问题没有，好着呢。你别因为这事儿和女婿吵，爸挂了啊。爸，怎么挂了？这才对嘛！做人父母的，别什么事儿都找子女，都有自己的事儿要做的。行了，赶紧做饭，都等着呢。等等，汤勺呢？爸，这是朋友送的茅台，您尝尝。不错。舒瑶，我跟你说多少次了，这种乡下腊肉别老往桌上端，一股子怪味儿，也不知道用什么腌的，吃多了能好？要我说，还是这福寿螺最营养，吃了3年多了，一家子一点毛病没有，效果多好。妈，之前不是和您说了，福寿螺寄生虫特别多，处理不好会吃出人命，别再买了。好了，你们农村人就知道说什么寄生虫，你们天天吃那什么腊肉、河沟里的鱼虾就不怕寄生虫？我看你爸那身体就是吃你们那些乱七八糟的乡下货吃坏的。妈，这不是一回事儿。行了，一个螺蛳而已，能有什么事儿？妈买的肯定没问题。是啊，妈，奶奶买的肯定是好东西。不愧是我孙子，识货。喂？什么？好，我知道了。爸，怎么了？体检报告出来了，医生说我有肝炎，让我赶紧去大医院复查。肝炎？那还等什么？哎呦，快联系最好的医院，找最好的专家。好，现在就打电话。舒瑶，你认识人多，赶紧问问哪个有关系，找哪个。怎么会？正商量事儿，你怎么进来了？江宇，共同账户里的钱呢？我刚转走了。70多万你都转走了？爸查出肝炎不得提前准备治疗费，住院检查专家号、进口药，哪样不要钱？我还得和你请示。那也不需要70多万呀，而且我年终刚存进去20万，那是我今年年终奖。你年终奖怎么了？那也是江家的钱。江宇，我们共同账户里的钱大部分都是我这些年存进去的，你不能全部转走。我爸的肝也有问题，我要转钱给他看病。妞妞，你爸一个在地里刨食的农民，没医保也没退休金，到时候看起来就是个无底洞，哪像我爸是退休干部，有身份的人。所以我爸是无底洞，你爸就是理所应当。舒瑶，当年我娶你顶了多大的压力，你是知道的，你得体谅我。再说了，你是江家儿媳，就该为这个家付出。江宇，我这些年付出的还不够多吗？家里的钱大部分都是我挣的，但为了你的面子，都说成是你的。市医院那边 VIP 病房已经订好了，舒瑶，你请个长假去医院陪护。妈，我也有工作。你那工作请几天假怎么了？老姜病了，这就是家里的头等大事。妈年纪大了，熬不了夜，我公司那边离不开人，你去陪护吧。耀宇，我知道你不容易，等爸这边都好了，我陪你去乡下看你爸总行了吧？这是医院最好的 VIP 了，我还联系了他们最顶尖的医疗团队，很快就能调理好爸的身体。
树妖啊，晚上老姜起夜喝水都要人看着，你晚上就住在这儿。我跟你说话呢。妈，我出去打个电话。喂，王婶儿，我爸一直不接电话，能不能麻烦您帮我看看？妞妞，你爸没了。你爸这病其实好几个月了，但怕你担心，一直瞒着，就说吃药就好了。要是能早点治，说不定还有救。妞妞，爸走了，别难过，存折里有36000块，是爸最后攒的，你拿去用。爸这辈子没本事，就盼着你好好过日子。乡下一点信号都没有，这边处理的怎么样了？爸那边医院还等着你照顾呢。36000，你爸留的？你爸还是为你着想的，知道自己治不好，留下这笔钱正好给咱家用。我妈刚给我爸看中一款进口补品，一支就好几千，这钱正好。江宇，你干什么？滚！舒瑶，你疯了！我是来接你回去的。我爸那边……我说滚，你给我滚出去！舒瑶，你别不知好歹。你爸走了，我也很难过，但人死不能复生。你现在跟我回去，咱们好好把爸的病治好。你爸？你眼里只有你爸？我爸死了，你连一滴眼泪都没有，还惦记着他留下的这点钱。行了行了，我不想跟你吵。你要是不回去，那你自己待着吧。这存折我先拿着，回去给爸买药。把存折还我。你爸人都死了，留钱干嘛？烧给他吗？我告诉你，舒瑶，你爸死了就死了，别耽误我给我爸治病。舒瑶，你自己想清楚，跟我们家闹翻了，你一个农村出来的女人能有什么好下场？过2天自己想通了，自己回来。我要跟你们这一家血的畜生彻底断干净！我不甘心，我不甘心！等等，汤勺呢？这不是做梦吧？舒瑶，我跟你说话呢，耳朵聋了。跟你说多少次了，这种乡下腊肉别老往桌上端。我重生了。我的头发，我的脸，舒瑶，你疯了吗？这可是我花了1000多买的限量特级福寿螺！你到底想干什么？妈，你搞什么啊？奶不就说了你几句吗？你这样邻居听见多丢人。小婷，你也觉得是妈在无理取闹？反正你这样不对。小姨，发生什么事儿了？有什么话好好说。我想干什么？我想让你们看清楚，这个家不是我舒瑶一个人活该当牛做帽的地方。反了天了！阿米，你听听他说的什么话？我们江家是缺他吃了还是缺他穿了？做几顿饭怎么了？他一个农村出来的，能嫁到我们家是几辈子修来的福气。立刻给妈道歉，然后把这里收拾干净，别在这丢人现眼。江宇，真正丢人现眼的是你们这一家子吸血鬼。你说什么？我说，你们一家子吸我的血，吸我爸妈的血，吸得心安理得。当年要不是阿宇求着我，我们江家怎么会让你这种乡下儿媳妇进门？乡下媳妇，你的乡下媳妇去年赚了45万，家里的房贷、车贷、你的美容卡都是我承担的。你真以为是你儿子在养这个家？你胡说什么？阿宇是公司高管，家里的钱明明都是他大挣的。爸，妈说的是真的吗？别听你妈胡说，没有我，你就是个乡下孩子，你妈也拿不到城市户口，过上现在这样安稳的生活。咱们不是说好了，对外宣称家里大头都是我赚的，这样会让我很没面子。我以前就是太考虑你的面子，才会让你不识好歹。楚瑶，有什么话好好说，都是一家人。你们可没把我们舒家人当一家人。你今天敢走出这个门试试？楚瑶，我的老天爷呀！我这是造了什么孽呀？娶了这么个儿媳妇，我的福寿螺，我的大补品啊！小梦，
之前你说过的那个项目还能加资是吧？我这儿有一笔钱。对，钱是就在我爸过世那几日，朋友的项目就跑起来了。按当时的效益，1个月后能翻5、6倍。这笔钱给爸治病够了。爸，尿尿，这房子太贵了，还是住之前那边小旅馆吧，一天几10块钱就行。爸，这小区安静，离医院近，方便复查。钱的事儿您别操心，我有。闺女，爸这次是不是又给你添大麻烦了？爸，以前是我太傻，总想着忍一忍，让一让，这个家就能好。但是我现在想明白了，有些人你越忍，他越觉得你好欺负；你越让，他越觉得你活该。你和小鱼吵架了，可千万别因为爸……我跟您说实话吧，我跟他过不下去了。这些年，我为那个家当牛做马，可换来了什么？爸，我这次不会再忍了。爸，我一定会把你的病治好。我还要让你从今往后想吃什么就买什么，想做什么就做什么，不用因为我受江家的气，也不用再为我省1分钱。牛牛，小雨的电话。离婚也是一场硬仗，现在最重要的是给爸治病，江家那边先稳住再说。这都几天了，舒瑶那个死丫头真的不回来了，电话不接，微信不回，她到底想干什么？妈，您别转了，转得我头晕。头晕？我还心慌呢。你爸的病怎么办？ VIP 病房排到什么时候了？专家号有消息了吗？都在联系。VIP 病房最快也要1周后，专家号更难，陈教授的号根本排不上。那怎么办？你爸这病能等吗？行了，别吵了。实在不行，就普通病房先住着，普通专家先看着。那怎么能行？老姜，你这病可不能马虎，必须找最好的专家。奶奶，我妈真的不回来了。 那以后谁做饭了？没他，地球还不转了。奶奶给你做。你还知道回来？舒瑶，这几天你去哪儿了？有事儿吗？当然有事儿。江宇他爸病了，你不知道？这边等着你挂专家号，你倒好，跑了几天不见人影。我爸也病了。你爸能一样吗？他一个农村老头，农村人也是人，农村人的命也是命。别生气。小婷，你说什么？没什么。听见没？小婷都懂得道理。我告诉你，你要敢拿我们江家的钱去给你爸看病，我跟你没完。共同账户里的钱你转哪里去了？怎么就剩2万多了？那笔钱我交给做私募的朋友了。私募？你疯了吗？那种投资你也敢做？那都是留给我爸治病。赶紧把钱拿回来。拿不回来，签了合同。舒瑶，这是我们的夫妻共同财产，你没权利自己做主。要知道，如果我去起诉的话，这钱你都得还回来。好啊，这72万里只有2万是你存进去的，其余都是我存的，加上这些年我为家里付出的，到时候一笔笔在法院里念出来，我看到底谁没脸。好啊，你个吃里扒外的东西，那都是我儿子的钱。妈，别说了，米女，咱们别闹到那一步。10几年夫妻，何必呢？你也知道是10几年夫妻。这样，钱的事儿咱们先放一放。现在最重要的是给我爸挂上岑芳教授的专家号，他是全国肝病权威，这个号特别难挂。你认识人多，帮帮忙行不行？你笑什么？没什么，只是觉得有意思。我爸的病那么严重，你们都没问下情况，就说治了是人财两分。现在你爸只是发炎，你们却恨不得把全世界最好的医疗资源都堆过来。你爸怎么能和老姜比？妈说话一直那样，没什么坏心思。你爸的病，等我爸这忙完了，我陪你去行吗？钱到底什么时候能转回来？爸的病要紧，1个月后，
好啊，你个吃里……行了，先让舒媛去忙挂号的事儿。刘经理，我想挂岑教授的号，对，肝硬化，出诊报告我现在就发你。爸，这一次谁也抢不走您的救命机会，我一定会让你健健康康的活下去。舒瑶，你已经挂上岑教授的号了。第7个，快了！舒瑶，你真行啊，这种号都能挂上。不能现在就让他们知道我是给我爸挂的号，否则以他们的为人，肯定会闹出事来。爸妈，舒瑶挂上岑教授的号了，前面只有7个人。太好了，小瑶，妈就知道你有本事。来来来，老姜，我新买的福寿螺 A 级的大货呢。介绍人说了，这是5年起养最补的那一档，什么病都能给养好。小瑶，辛苦你了。小姚啊，既然号挂上了，你这几天就别上班了，专心盯着，一旦排到，立刻带老姜去医院。等住院了，你干脆请个长假，陪护、送饭、擦身这些事儿，外人哪有自家人细心？妈说的对，你就请个假。我手头有项目，请不了假。项目能有你爸重要？你这孩子怎么分不清轻重？舒瑶，爸的病是家里头等大事儿，你那工作先放放，等爸稳定了再说。你妈不清楚，你心里还不清楚吗？让我放下工作，不如你直接辞职。你现在怎么变成这样了？我现在就这样，这日子你要不想过也可以不过。来来，儿子，你也吃，吃了你爸和你的身体都好。什么肝炎？搞不好就是感染了寄生虫导致的。继续吃吧，到时候有你们受的。牛牛，你咋来了？不是说要加班？陪您吃饭啊。你过来这儿，家里怎么办？我没嫁过去之前，难道他们都不吃饭了？爸，别操心他们，你就顾好自己，多吃点。牛牛，这里有2000块，你拿着。爸打听过了，岑教授挂号费贵。还有那些检查，爸不能全让你出。爸，我有钱，那边离家近，到时候我再给你开一家花店。你以前不是说过，妈最爱养花了。是啊，她在的时候，院子里全是月季。等你的病好了，我就陪你回老家选店铺。我空的时候也能常去。你做什么决定，爸都支持你。爸，咱慢慢吃。以后我会经常陪您吃饭的。挂号排队怎么样了？前面还有一个，那不是明天就可以看了？妈，排到了，收拾一下，明天就带爸去医院看岑旺教授。没错，明天就可以看了。马上就到我们了。麻烦让让啊，病人要紧。舒瑶，你们怎么在这儿？我带我爸看病。你不是说你爸回乡下了吗？我接回来了。你带你爸来看病，那我爸怎么办？难怪家里的事儿都不管，天天见不着人，原来偷偷带自己爸来看病。您这话就不对了，公公的病要治，难道我爸就要等死？舒瑶，我妈不是那个意思，你别曲解。那就好，现在各看各的，没问题吧？你爸不就是农村人那些老毛病，用得着来这种大医院？这不是糟蹋钱吗？还不如留着给老姜。农村人的命就不是命了，人家管自己爸看病还有错了？就是。行了，牛牛，你们别为了爸吵架，大不了爸去县医院看看也一样。没事儿，这病咱们今天看定了。行，各看各的。不过我丑话说在前头，岑教授的号是我爸的，你别想抢。你也别抢我的号。一个普通号，
谁稀罕看？我们挂的可是陈教授的专家号。妈，前面就一个，马上轮到我们了。请舒志强患者到陈教授诊室就诊。舒志强，请到陈教授诊室。爸，到咱们了。舒瑶，陈教授的号怎么变成你爸了？陈教授的号的确是给我爸挂的。不可能，舒瑶嫁给我之后，事事都是以江家为先，怎么可能把号给他爸？舒瑶，都这种时候了，你就别说气话了，赶紧让爸去看病。是啊，这种时候咱们江家人要拧成一股绳。护士小姐，你刚刚是不是叫错名字了？没叫错，患者舒志强，哪位是舒志强？进去的时候带好身份证件。舒瑶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我可从来没和你说过陈教授的号是给你爸挂的，是你自以为是。你，好你个吃里扒外的东西！我们江家供你吃穿，让你从农村爬出来过上好日子，你现在倒好，把专家号给你的乡下爹！我叫您一声妈，叫了10几年，这10几年我伺候你们一家吃喝，钱都存共同账户，房贷车贷我还。就连您的美容卡都是我充的，现在我用我自己的钱给我爸挂个号，怎么了？这些都是我儿子的钱。你儿子1年挣多少？你是真不知道还是装懂？你个没良心的白眼狼！我今天非要撕了你这张嘴！你敢打我闺女试试？你放开我！好不死的，敢动我，敢动我，我让你吃不了兜着走！妈，亲家母，有什么事儿你冲我来，别动我闺女。我不活了！儿媳妇胳膊肘往外拐，要害自己的公公还有没有天理了？啊！老太太怎么回事？医院是公共场所，能不能消停点？妈，您快起来，这么多人看着像什么话？小雨，你媳妇儿那个没良心的，就是故意让你以为专家号是给你爸挂的，好拖延他的病情，害死他，好狠的心呐！你血口喷人！小优他不是这种人，我闺女为你们家当牛做马10几年，你们不能这么糟践她。妈，你以为这样就能阻止我带我爸看病吗？那你就想错了。不管你怎么诬陷我，今天这个专家号都是我爸的。你们这是欺负人！这里是医院，不允许大声喧哗。这位女士，请您起来。我不起来！你们跟那个白眼狼是一伙的，要欺负我这个老太婆！我告诉你们，今天这事儿没完！老婆子，爸，老姜！陈教授，我爸爸的病情严重吗？爸爸的病灶范围是不小，但好在位置不刁钻，可以控制。真的能控制住？虽然肝硬化晚期，想要完全逆转不太现实，但我会做出最好的治疗方案。只要病人配合治疗，我有很大的把握让你爸爸带病长寿。爸，您听见了吗？教授说能治，您的病能治。爸听见了。陈教授，谢谢您，不管花多少钱，不管要治多久，我都给我爸治。医生，你快给看看，我爸他突然肚子疼得厉害，刚才在外面差点晕过去。炎症指标这么高，最近吃什么不干净的东西了吗？生的、没煮熟的螺类、鱼虾之类的。看你这小医生说的，我肯定尽心尽力照顾我们家老姜，给他吃的全是好东西，大补的。没吃不干净的东西就行。不过您这情况还需要进一步检查。另外，饮食要清淡，肝脏现在负担很重，过量补品反而会加重病情。
明早来空腹抽血，做一个寄生虫全套筛查。什么庸医，年纪轻轻的还寄生虫，我看他就是水平不行，这病根本不用做。行了，赶紧扶我去那边休息，太疼了。都怪舒西那个吃里扒外的东西，要不是他把专家号抢走，老姜的病早就看好了。树妖那个白眼狼居然又不回来做饭，这种媳妇儿还能要？小玉，这次你要是不和他离婚，就不是我儿子。行了，妈，您别说了。是啊，奶奶，我妈今天肯定又加班了。小婷，你还小不懂，你妈呀，为了你那个乡下外公，要活活把这个家做散。以前放学回家她都在，现在她一心只有外公，根本没有这个家。哼，我妈也太过分了。树妖，你还有脸回来？树妖，你听见没有？小玉要和你离婚，连你儿子都不要你了。树妖，我今天把话撂在这儿，赶紧把陈教授的号还给你公公，还有从今天开始，你全力照顾好你公公。好，这还差不多，算你识相。我同意离婚。我同意离婚。你说什么？同意离婚？江宇，从你说出给我爸治病是人财两空起，我们就已经结束了。好你个书妖，小菊就说你两句，你还真敢离？就你那个乡下的爹，连个养老金都没有，治病可不就是白瞎了那些钱？我告诉你，离了江家，你带着个病秧子爹，看你怎么活！到时候别哭着回来求我们。放心，就算我死在外面，也不会再踏进这个家门一步。吵什么？老姜啊，家门不幸，咱家娶了这么个吃里扒外的儿媳，他现在居然还敢提离婚！树妖，你真的要和小雨离婚？是。我不同意你们离婚。小婷，你也大了，到了能够明辨是非的年纪。你也太自私了，有没有考虑过我的感受？你们离婚了我怎么办？要是被我同学知道，我多没面子。妈，你一个月才挣多少钱？家里家外全靠爸爸，你怎么就不知足呢？小婷，你觉得妈妈在这个家一点贡献都没有？不就是做做饭、洗洗衣服，那是你该做的。妈，你不能走。你不能走！我不是故意的。奶奶说你把我明年出国的钱都给外公治病了，是不是真的？你自己觉得呢？小婷，奶奶可不会说谎，你妈已经把钱都转走了。妈，这些钱你得拿回来。这就是我养了16年的儿子，不懂得尊重，只知道一味的索取，都是被你们带坏的。妈，你别再无理取闹了。小婷，你让开。离开家你能去哪里？总不能回乡下住外公的破房子吧？那里连暖气都没有，天冷了你怎么办？所以呢？把补贴给外公的钱都拿回来，只要你认错，爸爸不会怪你的。小婷，妈妈最后教你一件事儿，永远不要对爱你的人动手。还有，既然你觉得家里的钱都是你爸赚，妈妈没有任何功劳，那以后你的补课费、生活费都问你爸爸要。离婚后，我也不拿你爸1分钱。滚吧，滚得远远的，丧门星！正好把我们老姜家的晦气全带走。行了，小婷，你爸那么有本事，要不了多久，你妈就得悔青竹子，哭着求你爸要他呢。不过奶奶丑话可说在前面，要不是为了你，她是绝对不能再进我们姜家门的。奶奶，树妖这一走，是想把我的脸面踩在脚底啊。不过眼下最重要的是钱。行了，妈，不说他了。小婷，
明天还要上课，赶紧睡觉。今天的福寿螺个头又大又肥，是我专门托人收来的，纯天然野生，最补了。老姜，快趁热吃。小雨，我问你 ，VIP 病房的事情怎么样了？是啊，小雨，我听黄牛说，只要花个10来万块钱就可以办，你赶紧把钱准备好，好让你爸爸尽快住院治疗。行，我知道，我爸的事我肯定上心。小雨，你不吃饭啊？这福寿螺刚出锅，趁热吃才补。我忽然想起有一份邮件要发，你们先吃。6000块够干什么？离这个月发工资还有10天。这个老李平时干啥不行，居然靠虚拟黄金挣了一大笔。他能行，我肯定也能行。20倍杠杆，6000块就能撬起12万，只要涨一点我就翻了。成了！现在家里连个干活的人都没有。妈，我前2天投的小买卖赚钱了，走，我带你们去外面吃。我就知道我儿子有本事，那个书妖就是个丧门星，一走咱们家运势就旺起来了。小婷走，你爸带我们吃大餐去。儿子赚了多少啊？也就翻了几倍，再过几天，爸的 VIP 病房钱就有了。好好好，一会儿你多吃点，养好身体，多挣大钱。王总。这份计划书考虑得很周全，数据商实，可行性高，非常好。谢谢王总，我还需要多学习。你去蓝城做项目负责人的事儿已经确定下来了，就在1个月后，你准备一下。我一定不会辜负公司和王总对我的信任。蓝城四季如春，空气流质量也好，最适合爸养病了。以后的日子一定会越来越好。周阿姨，来买肉啊！老伴儿身体怎么样了？好着呢，我天天给他炖补品。那个今天就不买肉了，天天吃有点腻了。那是，有您这样的老伴儿是福气，天天换着花样补，老姜这病啊肯定好得快。哎呀，我也就瞎操心，全靠我那个儿子有经济实力。他呀大忙人一个，公司几10个人都靠他养呢。哎呦，那你儿子可真有出息，1个月得挣好几万吧？好几万，那都是零头。你前几天不是赚钱了，给妈转点儿，妈没钱买菜了。妈，上周不是刚给你500吗？现在的菜那么贵，500块够干什么？买几斤排骨就没了。我赚的那些刚投进去，这会儿手头上没钱，再过几天。这就对了，不要着急，不要着急，不要着急。涨啊，怎么这么慢？指标控制得不错，比上次好了很多。照这个趋势下去，再吃2个招成的药，病情就能稳定下来了。太好了！闺女，咱来这儿干啥？这地方一看就贵。给您买衣服。上次去复查，您那件外套袖口都磨破了。那件还能穿，补补就行了。补什么补？买新的。
这件不错，爸，您试试。一件外套1200，镇上那才100多一件。闺女，咱不买。爸，您先试试，试了再说。不行吧？叔叔，您穿着太好看了，版型也特别合适，特别精神，好看，特别合身。不，太贵了。爸，就想让您过好日子，您穿得好，吃得好，身体好，我心里就踏实。您要还舍不得，我心里难受。那我听你的。那就这件，再把那2件衬衫试试，配着穿。够了。哎呀，爸，衬衫又不贵，快去试试。老板，这虾这么小的个头还卖50一斤，我们家都是吃这么大个的。你这虾一看就不新鲜，这么大个肯定是冷冻货。我这可是今早刚上岸的活虾，你买不起就别买，打肿脸充胖子。就是买不起就别充那大瓣蒜，挑3拣4的什么玩意儿？穿那么体面，不会兜里比脸还干净吧？谁说我买不起？你服务态度那么差，我再也不来你家买东西了。哎，慢走啊，下次有钱了再来啊。儿子啊，你妈今天可让人欺负惨了。怎么了这是？菜市场那个卖虾的，当着好多人的面嘲讽我买不起大虾。儿子啊，你妈我什么时候受过这种气？不就一个卖虾的吗？至于吗？什么不至于？儿子啊，你那钱什么时候转给妈？妈，跟你说了多少遍了，现在不能动，我这投进去的钱正等着翻倍呢。江婷，等等我们。哎，你爸妈真离婚了？哎，别走啊！到底是不是真的？最近都没看到你妈给你送吃的，我妈出差了而已。江婷，夏令营的事别忘了啊！妈，你真的不要我了吗？爸，今年我们学校组织了欧洲游的夏令营，报名费2万5，表格我已经填好了。什么夏令营要2万5？怎么不去抢劫呢？报什么报？奶奶，2万5又不贵，前年4万多的夏令营我妈都给我报了。那你找你妈去，你爸没钱。奶奶，你不是说家里的钱都是爸爸赚的，爸爸怎么会没钱呢？家里的钱当然是你爸赚的，但是钱不是都被你妈转走了？家里现在没钱了。进来。王总，您找我？这是总部给你的任命书，你准备的怎么样了？蓝城那边虽然条件不错，但毕竟是新开拓的市场，压力不小。请王总放心，我准备好了，没有任何困难。江宇，这个周末有时间吗？咱们好好谈一谈，把离婚手续办了。妈，江宇，你不是说周末要加班，没时间跟我谈离婚的事情吗？是要加班，这不是又突然取消了？那现在有空吧？就我一个人的工资，别说维持体面的生活了，连家里的基本开支都不够。这个婚无论如何不能离。现在？不行，没时间，我一会儿还有个电话会议要开。哟，丧门星还敢上门？怎么在外面混不下去了，又想回来？江宇，你什么时候有时间？咱们今天把话说清楚，到底什么时候去办离婚手续？想离婚是吧？行，不过家里的钱都被你转走了，那可是你和小雨的夫妻共同财产，
你必须要补偿我们100万才能离婚。那就法院见吧。妈，小婷，有空去看看你外公，他想你了。妈妈好像不一样了。他居然还想去法院起诉，真是丢人现眼。家里的情况好像也跟奶奶说的不一样。经公司总部研究决定，任命舒潇同志为蓝城分公司总经理，即日起生效。谢谢王总，谢谢大家。蓝城是个新市场，压力不小，但我有信心，到了那边我会努力做出业绩，不辜负公司的信任。爸，告诉你一个好消息，我去蓝城当分公司负责人的任命书下来了。好啊，闺女，爸就知道你可以的。涨啊！怎么不动了？给我涨啊！成了。江宇，你今天交的季度报告怎么回事？数据错了一大片，客户方案也迟迟没给，你到底在搞什么？李总，我最近家里有点事儿。家里有事儿也不能影响工作。这个季度的项目你再不上心，我看你也没必要待了。1个月挣那点死工资，够干什么？又涨了！等老子赚大钱，看谁还敢瞧不起我！1万、2万、3万、4万、5万，别数了，5万整，1分不多1分不少。我儿子果然有出息，这才几天就赚了5万块。我就说嘛，那个丧门星一走，咱们家的运势就来了。没有他的拖累，儿子，你要走鸿运了。妈，别提舒瑶了，我跟你商量个事儿。什么事儿？妈，你和爸的养老金还有多少？你问这个干什么？我想增加投入，我投资的这个叫虚拟黄金，能撬动20倍杠杆，1万变20万，10万变成200万。真的？妈，我还能骗你吗？你看看这5万就是证据，这才几天啊！如果有50万，那咱们就有1000万了。妈，你想想，1000万啊！1000万，那可以买多少只大虾？妈，你想买下整个菜市场都没问题。小雨，你等着。小鱼，我和你爸的养老金都在这儿了，一共50万，你拿去好好投资。快偿！1000万是我的，都是我的。舒瑶，你眼光真的绝了，你投的私募已经翻倍了。看见没？京大办的科学夏令营，我爸托了关系才报上。哇塞，京大那可是全国最好的大学，你爸也太牛了吧！这种营都能报上。喂，江婷，你报的什么夏令营？我报的肯定比你的好。江婷，别吹牛了，你家都没钱了，你还比我好。江婷，别吹牛了，你家都没钱了，你还比我好。你胡说八道什么？谁胡说八道了？你爸妈都离婚了，你妈卷了你家的钱跟人跑了。你再说一遍。说就说，你妈卷钱跟人跑了，不要你了。你奶奶在菜市场到处跟人这么说，你还在这装什么？我不许你这么说我妈。你妈就是不要你了，你以为你是谁啊？穷光蛋一个，连夏令营都去不起。别打了，都冷静点儿，快，别打了。江
江婷，你怎么跑这么快？我有个挣钱的法子，你想不想听？真的，特别简单，来钱还快。我哥就靠这个赚了好几万。什么法子？我有个门路，可以投资，稳赚不赔。不过什么？不过你得有启动资金。你手里有钱吗？江婷，是不是还在想夏令营的事儿？我肯定想去，但是你说的那个靠谱吗？这是我哥的朋友，专门做这个的。你要是没钱，可以先找他借，等赚了再还。借钱？哎呀，别磨叽了，你抓紧时间。我哥都赚翻了，别说兄弟有门路没带你。你爸妈真离婚了？哎，别走啊！到底是不是真的？最近都没看到你妈给你送吃的。好，我借。怎么样？借来了吗？借了3000，接下来要怎么搞？你先下载这个财富大亨 APP， 然后把钱投进去，操作很简单。江婷，涨了！你快看！太好了，真的涨了！怎么回事？怎么一直登录不上？客服，对，找客服。你们要干什么？江婷，欠的钱该还了，别说我欺负学生。喏，借条上面清清楚楚的写着借钱3000，利息2000，一共5000块。5000？怎么会是5000？我只借了3000啊！怎么，你想抵赖？我没钱。给你3天的时间筹钱，3天后还在这条巷子见，5000块少1块，打你一拳。这孩子回来怎么连个招呼都不打？小婷，吃晚饭啦？哦，奶奶，我不饿，你和爷爷先吃吧。不饿？你是不是又吃学校门口的垃圾食品啦？没有。你这孩子怎么越来越没礼貌？奶奶跟你说话呢，要目视长辈。小婷，你学坏了，居然学会打架了！奶奶，我没有打架，我是被人打了。什么？都怪我一时鬼迷心窍，想挣钱，想参加夏令营，结果上了同学会投资被诈骗了。现在他们让我还5000，我拿不出来，他们就打我。小婷，你怎么和你那个穷酸妈一样愚蠢，居然能被同学诈骗？脑子进水了是不是？3000块、5000块，你当你家是开银行的？我告诉你，这事儿我和你爸可不管，你自己捅的娄子自己补，找你妈要钱去，让她给你。是小婷，她的脸。外公，饿了吧？你妈刚烙的肉饼还热乎的，快吃。小婷啊，是不是在学校遇见什么难事儿了？跟外公说说，外公帮你想想办法，总比你一个人扛着强。外公，我欠了钱。欠了多少？我问别人借了3000块，投到一个 APP 里，结果被骗了。现在利滚利，他们要我还5000块。爸爸不肯帮我，奶奶还骂我蠢，
是废物。外公，我是不是真的很没用？傻孩子，人这一辈子，谁还不摔几个跟头？这一次啊，你就当花钱买个教训，记住了，这天上不会掉馅饼，掉的都是铁饼，砸死人不排命。凡是说能让你一夜暴富的，都是冲你的本钱来的。我想找我妈帮忙，可我开不了口。为啥开不了口？她工资也不高，还要照顾您，而且她本来就恨我。外公，我是不是特别讨厌？小婷，你知道这些年你们家那些钱都是谁挣的吗？奶奶说是爸爸。10几年了，你的奶粉钱，你的补课费，家里大大小小的花销，哪一样不是你妈的工资撑的？你妈为了给你爸留面子，这么多年从来不往外说。什么？你妈这些年不容易，在江家当牛做马10几年，挣的钱都填进去了，结果你奶奶还嫌她是农村出来的，你爸觉得她做什么都是应该的，就连你，他的亲儿子都不认可她的付出。小婷啊，你妈可没对不起江家，是你们江家对不起她。妈，拿着5000块，正好还账。外公，你身体不好还要看病，我不能要。傻孩子，这是外公给你的压岁钱。这些年虽然你从来没回去过，但外公都给你攒着呢。回来了。啊，楼下溜达了一圈，今晚月亮挺好。药该吃了。小鸟，你是不是看见我给小婷钱了？你在那儿翻箱倒柜的找钱，我想装看不见也不行啊。爸老了，自己放的钱，一转身居然想不起来放在了地方。我还以为你不想让我管他，早知道就把孩子叫家里来了，还可以缓和一下你们母子的关系。爸，不想让你管。那你……我就是想看看这孩子还有没有得救。你早知道？他被人骗了钱，脸上带着伤，不敢回家，在咱们楼下蹲了不知道多久。爸，你说我能不知道吗？那你为啥不下去？因为我下去了，他就知道我什么都替他兜着，这辈子他就学不会自己扛事儿。那现在呢？他肯跟您说实话，说明这孩子心里还知道好歹。他推我的时候，那是被人教唆的，不是他的本心。这孩子还有救。回来了，找你那白眼狼娘要钱了吗？我跟你说话呢，聋了。钱呢？要回来没有？没有。没有，你出去大半天。我告诉你，你那5000块自己想办法，别指望我跟你爸。小小年纪都敢借高利贷了，还真是上梁不正下梁歪。奶奶，你说够了没？你这孩子，你总说我妈妈不好，可我妈妈在的时候，冰箱里塞得满满的，家里什么都有。现在我妈妈不在家了，家里什么都没有了。都在哪？这是5万，你数数。天啊，这才2天，又赚5万了！这虚拟黄金还真是挣钱。那是你儿子厉害。我儿子肯定厉害，这钱你再投进去，挣个20倍，5万变成100万。妈，你舍得？有啥舍不得的？我儿子能赚钱，我怕啥？等挣了大钱，咱把那个丧门星彻底踩在脚底下，让他后悔去吧。爸，外公说天上不会掉馅饼，这种翻10倍、20倍的投资肯定有问题。呸！小孩子不要乱说，你外公大字都不认识几个的乡下人，懂个屁！可是回你自己房间去。5000块正好，凑挺快呀，小子。江婷，夏令营的钱你还没凑齐吧？要不我再给你介绍个赚钱路子，这回绝对没问题。这5000块再借给你当本金。不用了，我以后再也不会碰这种东西了。长脑子了。
小婷，过来，爸跟你说，那个什么夏令营2万5是吧？报，明天就去报，咱家现在不差钱儿。2万5，报什么报？妈，你别管，我儿子想去哪儿就去哪儿，咱现在有钱。爸，我不去了。为啥？这孩子越来越怪，跟他那个妈一样。这个最大号的活虾，给我来3斤。哟，周姨，今天阔气啊！阔气什么啊？也就随便吃吃。我儿子最近赚了大钱，非让我吃好的，我不吃他还跟我急。你说这孩子真是的哟，干什么买卖挣个大钱啊？我跟你说，有钱了可别瞎投资，特别是那种私募，碰都不能碰。那个丧门星不就是投资了私募？为什么不能投资私募啊？就那个新能源的私募，哎呦，爆雷啦！我们那栋楼有个老头投了100万进去，血本无归呀，一辈子的积蓄就这么打水漂了。听说那老头当场就晕过去进医院了。谁说不是呢？所以我说啊，有钱宁肯存银行，可别碰那些乱七八糟的，都是坑。这么着急干什么？儿子，我在外面听人说什么新能源私募爆雷了，好多人赔了好多钱，你赶紧查查，是不是舒一那个丧门星投资的那个？怎么样？是有个私募爆雷了，新闻都出来了。要是我没记错的话，就是舒淇投资的那家。我就说嘛，那个丧门星离了咱们江家这有福之家，他还能有好？这下好了，全赔光了吧？我以前一直以为她是个孝顺的儿媳，对咱们家也算尽心。现在看来，格局还是太低，目光短浅。儿子，舒一的钱全都赔光了，不会又死皮赖脸的想回咱们江家吧？应该不会吧？怎么不会？他现在可跟以前不一样了。离婚的时候硬气，那是因为手里有钱。现在钱没了，他一个农村来的，带着个病秧子爹，能去哪儿？肯定得回来求咱们。那怎么办？你现在赚了大钱，咱家要发大财，可不能再被舒腰那个丧门星沾上，赶紧和他把离婚手续办了，彻底断干净。小鱼，听你妈的。好，我明天就联系他，把手续办了。外公，你可算回来了。小婷，你咋在这儿？外公，这些钱还你。你哪来这么多钱？外公，你放心，这钱来路正。我把游戏机卖了，还有那些手办、卡片，一共卖了3200，我先还你3000，剩下2000我记着呢。等我把剩下的那些周边出掉，再还外公。我算了算，最多1个月。傻孩子，外公给你的钱不用还。不行，外公，我不能要你的钱。你赚的不多，现在还生了病，这钱要留着看病的。而且我以前不懂事，从来没回去看过你，还说那些混账话。外公，对不起。小婷，你长大了。外公，我走了，别告诉我老妈，她不知道我来。爸，小婷。妈，上楼吃饭。愣着干啥？你妈喊你吃饭呢。小婷，吃啊，愣着干啥？你妈做的菜可好吃了。多吃点，瘦了。对，小婷，多吃点，正是长身体的时候呢。妈，有件事得告诉你，奶奶让爸爸抓紧跟你签离婚协议，他们说你的钱都亏没了，怕你回头分他们的钱。哦，妈，你不着急吗？他们那是落井下石。我知道。你知道？那你妈妈心里有数。妈，离婚后我可以跟你吗？
妈，我走了。路上小心，记住妈妈说的，千万不要吃福寿螺，对身体不好。知道了。舒媛，你那个私募投资赚钱了吗？赚钱了，怎么了？你现在怎么变成这样了？满口谎言！我已经听说了，你投资的那个新能源的私募爆雷了，你投的钱全没有了，是不是？江宇，你听我说，没有全部赔光，还有一点。一点是多少？2000。2000？舒雅，让我说你什么好？70多万，你就剩2000了？江宇，我知道错了，我现在都不知道该怎么办了。不知道怎么办？我告诉你该怎么办，离婚！江宇，你不能这样，我们是夫妻，你不能在这种时候抛。舒瑶，别想拉我一起帮你还那些钱，做梦吧！明天就是冷静期的最后一天，明早9点，民政局门口，你要不来，我立刻告你！江宇。你投资失败我就不计较了，现在住的房子归我，车子归我，儿子小婷跟我。你现在自顾不暇，还能有能力养儿子？我告诉你，你别想用孩子问我要资产。儿子是我生的，我可以不要抚养费，你要是不肯，那我不离婚了。一会儿提款的钱可就要到账了，还没离的话就是夫妻共同财产了。这可是你说的，签字。舒瑶，我对你也算仁至义尽了，该你的不该你的，我都给你了。往后咱俩桥归桥，路归路，各走各的，你好自为之吧。身家翻了3倍，爸的医药费够了，花店够了，往后的日子都够了。离了好，这下那个丧门星别想沾咱们江家1分钱。对了，小雨，今天是不是该提现了？妈相中了一个200克的黄金手镯，金价一直在涨，得20多万呢。不就20多万？妈你喜欢买就好了。我就知道我儿子有出息，等会儿提了现，咱们就去买。对了，晚上得好好庆祝庆祝，我买几只帝王蟹，最大号的。我早上就提现了，怎么还没到账？这么一大笔肯定是银行处理的慢，再等一会儿。喂，哪位？请问是江玉先生吗？我是，你是？江玉先生，你投资的虚拟黄金平台负责人现在已经失联，并涉嫌特大金融诈骗，请你尽快来分局一趟，配合我们取证调查。你说什么？全没了。儿子，你怎么了？跑了，全没了。什么跑了？妈，我被诈骗了。那个虚拟黄金平台的负责人卷款跑了，钱没了。挣的那些钱没了就没了吧，只要咱的本钱还在。全没了，你和爸的养老金也都没了。啥？我和你爸那50万养老金也没了？对，都没了。不可能，不可能啊！昨天我还看到那账户上有好几百万，我的钱呀，我的棺材本儿，我攒了一辈子的钱呀！又吵啥？我睡个觉都不安生。老姜啊，完了，全完了！你儿子被人诈骗了，我和你的养老金也被骗没了呀！什么？老姜！爸！老姜啊！医生，我爸怎么样了？
病人体内检测出大量寄生虫幼巢，你们平时给他吃什么了？什么？寄生虫？对，情况非常危险。不可能啊，都是好东西，我天天给他炖补品。那福寿螺可都是 A 级大货，我专门托人买的，已经好几。福寿螺，荒唐！福寿螺携带大量寄生虫幼巢，即使高温煮沸也有存血风险，根本不建议食用。你居然还当补品给他吃，你们有没有点基本常识？那现在怎么办？吃点打虫药行吗？现在寄生虫已经侵入患者中枢神经系统，引发了脑膜炎和一系列并发症，需要住院治疗，长期监护。住院？长期治疗？那得多少钱？先付交10万押金吧，后续费用看恢复情况。什么？10万？需要住院治疗，长期监护。住院？长期治疗？那得多少钱？先付交10万押金吧，后续费用看恢复情况。什么？10万？医生，除了住院，就没有别的办法了吗？你们要想患者活命，最好立即住院治疗。10万？咱家现在连1万都拿不出来，钱呢？钱都让你败光了。妈，我也不知道会这样。我让你投资，我让你发财，我棺材本都掏给你了50万啊！现在好了，你爸躺在里面，咱连住院钱都没有，你个败家子儿，你个杀千刀的！够了！别打了！你还有脸推我？我生你养你，你就这么对我？你爸要是有个3长2短，我跟你没完！给老公吃福寿螺吃出毛病了，现在没钱治病。那玩意儿能吃吗？我听说寄生虫特别多。可不是嘛，前阵子新闻还报过，有人吃福寿螺吃成脑膜炎，差点没命。我也被骗了，我的钱也没了。你现在打死我，钱就能回来吗？我这是造了什么孽呀？辛苦一辈子攒的钱都没了，老头子还躺在里面，连住院费都交不起，我活着还有什么意思啊？现在终于知道福寿螺要命了。树妖，你是来看我们笑话的，是不是？我去给我爸拿药，路过。你骗谁呢？你就是来看我们笑话的，你个白眼狼！离开江家，你倒是过得滋润了，现在看我们倒霉，你高兴了是吧？我早就告诉过你们，福寿螺寄生虫多，不能吃。你们当时怎么说来着？妈，之前不是和您说了，福寿螺寄生虫特别多，处理不好会吃出人命，别再买了。好了，你们农村人就知道说什么寄生虫，你们天天吃那什么腊肉、河沟里的鱼虾，就不怕寄生虫？我看你爸那身体，就是吃你们那些乱七八糟的乡下货吃坏的。妈，这不是一回事儿。行了，一个螺蛳而已，能有什么事儿？妈买的肯定没问题。一个螺蛳而已，能有什么事儿？你说，你们农村人就知道说寄生虫，我爸就是吃乡下那些东西吃坏了，说了不听，现在出问题了，还怪天怪地，就是不怪自己。你别走，你给我们10万，就当是你还我们江家的。有功夫在这里跟我胡搅蛮烦，还不如抓紧自己做个检查。毕竟那些福寿螺你们可没少吃。白眼狼，你要见死不救！妈，行了，别闹了，大哥被你害死了，现在还有我。小雨，你可别想跑。我跑什么？我去做检查。小雨啊，妈也得检查，你等等嘛。你们的寄生虫检测也呈阳性，虽然目前症状还不严重，但也必须尽快治疗，不能再拖了。天哪，这可怎么办？
都怪你，非要搞什么福寿螺，还说自己吃了半辈子，体质好得很。这下好了，害死一家人了。你这个不孝子还敢怪我？要不是你乱投资炒什么虚拟黄金，连累我和你爸的养老金也被骗光了，我们会连住院费都交不起。是你贪心，赚回来还要都投进去。我贪心，我是为了谁？还不是为了这个家，我还不是为了让你发财，让咱们家过上好日子。没出息的东西，我打死你！哎呦，快看，打起来了！家人们快看，他们就是福寿螺一家，赶紧拍下来发到网上，这热度不抗白不成。周阿姨，江建国的住院已经拖欠5天了，今天再不交，药房那边就要停针了。不能停针啊！老姜他刚做完手术，停了针会死人的。阿姨，这不是我说了算的，您赶紧去凑钱吧，我们也是按规定办事。老姜，你别怕，我去凑钱，我去想办法，你等着我啊。表姐，你别说了，你家的事儿我都听说了，又是福寿螺，又是炒黄金的，你们家那个窟窿谁填得起？我没钱，你走吧。老梁开门啊，是我啊。周兰，我没钱借你，你走吧，别站我家门口，让人看见我还以为我也跟你一样呢。这家人呢？早跑了，你又不是第一个来找他们的。前几天还有人拉横幅说吃了他家的螺进了医院，人家连夜搬走了。跑了？他们跑了，我找谁去？找谁？找你自己呗。人家卖螺的又没逼你，你自己非要买，非要吃，吃出毛病了，怪谁？这不是那个福寿螺大妈吗？上过新闻的那个。对对对，就是她。她儿子炒黄金赔光了，老公吃福寿螺吃进 ICU 了。我这是造了什么孽啊！这不是那福寿螺儿子吗？跟青蛙打架那个吗？喂，老李啊，是不是公司有什么事情？老姜，你现在是不是在市第一医院？你怎么知道？哈哈，老姜，你火了，上新闻了。标题我给你念念啊。男子医院内与母亲互殴，因喜爱福寿鱼，双双确诊寄生虫感染。底下还有视频。什么？完了，这下子丢人丢大了。爸，就算出院了，也得听医生的话，好好吃药，好好锻炼。你看，闺女，爸现在的身体硬朗着呢。我现在要是和小婷掰手腕，她肯定掰不过我。好，好，好，你厉害。你，老姜，你怎么了？爸，我们走吧。老姜，你怎么又尿了？这裤子刚换的。江玉，你自己看看，像话吗？啊，这就是我们公司高管的形象。赵总，对不起，那是个误会。误会？客户电话都打爆了，问我们公司的员工是不是精神都有问题。赵总，我行了，江宇，我们公司庙小，养不起你这尊大佛，你被开除了。赵总，你不能这样！我在公司干了15年，
没有功劳也有苦劳吧？你就因为这点事开除我？公司形象都被你毁完了，你管这叫这点事儿？赵总，再给我一次机会，我保证。够了，江宇！公司没让你赔偿名誉损失，已经是仁至义尽了。保安，赵总，您再考虑考虑。那不是江宇吗？真被开了。那视频你没看？全家吃福寿驴，他妈把他脸都挠烂了。这种人不开除，留着过年。抱歉，江先生，经过我们内部评鉴，您不符合我们的岗位需求。我好歹是名校毕业，干了15年高管，现在居然没有一家公司要我，我怎么就混成这样了？小婷，家电促销，全场8折，进店看看。江宇，李哥，好巧啊！你这是在这发传单？临时帮朋友忙，顶个班。江宇，你怎么不找你老婆想想办法？她路子不是挺多的。什么路子？你真不知道还是装的？你到底想说什么？你老婆舒约现在可厉害了，都成分公司负责人了，年薪翻倍。还有啊，我老婆那个投资群里都传遍了，说你老婆简直神了，投资的私募翻了好几倍呢。怎么，她没告诉你？翻了好几倍？这怎么可能？哦，你看我这记性，你和你老婆离婚了，那这波红利，你是1分钱也分不着喽。他不是就住在这儿，怎么还不回来？老李说的竟然都是真的。老婆，江宇，谁是你老婆？我们明明已经离婚了。老婆，一日夫妻百日恩，咱们从谈恋爱到结婚快20年了吧？你怎么能说断就断？不是你逼我签的字，那都是我妈让我干的。江宇，从你说出给我爸治病是人财两空起，我们就已经结束了。我告诉你，离了江家，你带着个病秧子爹，看你怎么活！到时候别哭着回来求我们。咱家要发大财，可不能再被书妖那个丧门星沾上，赶紧和他把离婚手续办了，彻底断干净。小鱼，听你妈的。好，我明天就联系他，把手续办了。书瑶，你知道我妈那人就那样，我其实心里一直有你。我们复婚吧。那都是我妈让我干的。书瑶，你知道我妈那人就那样，我其实心里一直有你。我们复婚吧。复婚？复婚，老婆，从今往后我只听你一个人的话。你投资失败我就不计较，现在住的房子归我，车子归我。你现在自顾不暇，还能有能力养儿子，我告诉你，你别想用孩子问我要资产，一会儿提款的钱可就要到账了，还没离的话就是夫妻共同财产了。这可是你说的，签字。舒瑶，我对你也算仁至义尽了，该你的不该你的我都给你了，往后咱俩桥归桥，路归路，各走各的，你好自为之吧。江宇，我可以很明白地告诉你，我和你之间是绝对不可能复婚的。舒瑶，你别这样，咱们好歹夫妻一场，你再给我一次机会。放手！不放！
舒瑶，你不答应我，我就不放。舒瑶姐，怎么处理？别让他靠近我。明白。舒瑶，你居然雇保镖，你什么意思？我防的就是你再上门来纠缠。你。舒瑶，舒瑶，你居然动手！是你骚扰在先，我们这是正当防卫。是谁呀？邋里邋遢的，怎么还坐在地上？不会是乞丐吧？哎呀，不是，是这单元楼里那个小叔的前夫求复婚呢。哦，那个小叔啊，带着父亲住在这儿。各位叔叔阿姨，我和舒尿快20年夫妻了，还有个儿子。要不是为了孩子，我能这样吗？这话倒也对，20年的感情哪能说断就断？是啊，单亲家庭的孩子最可怜，哎，都是为了孩子。舒瑶，我知道你跟我离婚，是因为你拿了咱们共同的钱投资私募赚了大钱，这些我都不怪你。可小婷是你亲儿子，你不能自己过上好日子就不管孩子死活。拿夫妻共财产投资，挣钱了就抛夫弃子，也太过分了。这不是过河拆桥吗？看着挺体面一个人，怎么能干这种事儿？丫头，你这么做可不地道，要遭报应的。阿姨，你们不了解，再难，这男人都求到家门口来了，有什么事不好说？就是啊，你们还有个那么大的儿子，赶紧回去吧，哪能自己享福不管孩子的？舒瑶，这么闹下去，我看你能不能顶得住舆论，还不得乖乖跟我复婚，把赚的钱拿出来。爸，你在干什么？爸，你在干什么？儿子，你来的正好，快和爸一起求你妈，只要他能跟我们回家，以前的事儿我都可以既往不咎。这还是我爸吗？你说我妈拿钱投资，赚钱了就抛夫弃子啊？就是啊。你妈把咱家的钱都拿走了，现在自己过好日子，不管咱们家了。你爷爷到现在还在医院里。咱们家的钱是谁挣的？当然是我。你说谎！家里的钱大部分都是妈妈挣的，这些年家里花的也都是她的钱，妈妈也没有抛夫弃子，是你自己赚了钱和奶奶商量要甩掉妈妈。你胡说八道什么？那是你妈骗你。我亲耳我听到的。你非但不感激妈妈这么多年付出，现在还要这样对她。哎呦喂，是这样啊！原来是没本事的男人，还把我们当枪使！我呸！反了天了！我是你爸，你敢这么跟我说话？喂，警察叔叔，我要报警，有人骚扰我妈妈。对，3号楼这里。小婷，你疯了！我是你爸呀！我没有你这样欺负我妈妈的爸爸，你不配当爸爸，更不配当丈夫。请你快速离开，别再打扰别人了。就是啊，这种人还有脸来求复婚？就是。我这不是打扰，我是来找我前妻还有我儿子。请快速离开，再不离开，我们就将你带走。江婷，我是你爸，你姓江，你身上流的是我的血。小婷，妈，我以前也那样对你，我也说过那些混账话。说过。那你怎么不恨我？因为你是我儿子，当妈的哪有恨自己孩子的？而且，你今天还站出来保护了妈妈。小婷，你长大了。陈教授，我感觉自己好多了，浑身像是有使不完的劲儿，指标控制得非常好，比我们预期的还要好。恭喜你们，经过2个疗程的治疗，病情已经完全稳定下来了。完全稳定？那以后只要注意饮食和生活习惯，定期复查，带病长寿，完全没有问题。闺女，别哭，医生说了，爸能长寿，爸还要活好多年，看着你和小婷过好日子呢。太好了，爸，这一次我终于救下你了。妞妞，爸正要和你说呢，检查报告没问题，爸的肝脏一点问题没有，好着呢。你别因为这事儿和女婿吵，爸挂了啊。
爸，公司调我去蓝城做分公司负责人的调令已经下来了，我们马上可以去蓝城了。好，只要跟闺女在一块儿，爸去哪儿都行。什么？舒渊那个白眼狼升职了，还要带他那个乡下爸去蓝城享福？爸，蓝城那边有个特别大的花鸟市场，到时候我陪你去挑花种。舒瑶，你给我站住！你干什么？你爸居然好了，你还要带他去享福了？你离开我们江家，怎么可能过这种好日子？我靠我自己过上好日子，有什么问题？你靠自己？当年要不是嫁进江家，你能有今天？现在发达了就翻脸不认人。怎么回事？老太太哭这么惨。爸，犯不着再为了这种人动气，我们走。舒瑶，你今天必须把话说清楚。离婚的时候，你从我们江家带走的钱必须还回来，那是我们江家的钱，是我儿子的钱。这回让人家上新闻，我看你还怎么升职，怎么过好日子？那不是之前那给自己老公吃不瘦的大妈吗？对，就是她。我看过网上的视频。对，就是她。我刷到过他们母子俩打架，他儿子炒虚拟黄金亏惨了哟。这是穷疯了，开始讹钱儿媳的钱了。不是我，你们认错人了。就是你，别装了。人家早就跟你儿子离婚了，跟你家有半毛钱关系。就是自己做的孽自己承担，别在这儿讹人。娘娘，咱们走吧。江建国家属吗？在，我是他老婆。病人病情突然恶化，出现多器官衰竭，要马上抢救，家属快过来签字。江建国家属，病人抢救回来了。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，老天保佑。不过病人中风，大脑缺氧时间太长，导致身体瘫痪，以后的生活可能都无法自理。你们家属做好心理准备。瘫痪？对，下半身完全没有知觉，以后吃饭、穿衣、上厕所都需要人照顾。你们医院是你们医院，我老公进来的时候只是肝病，是你们把他治成这样的，你们得负责，得赔钱。这里是医院，不是你撒泼的地方。况且你们已经欠费逾期2个星期了，一共123730，再不缴款，我们只能请你们出院。能借的都借遍了，连房子都抵押出去了，我们哪里还有钱？欠费这么久，我们还为病人进行了手术，已经是仁至义尽了。你们尽快吧。江宇，你听见没有？他们要把你爸赶出去，你倒是说句话呀！外公，我来拿背包。小婷，外公拿得动。行了，外公，咱们走吧。爸，等去了蓝城，你可不许干重活，一切都有我和小婷。那我不成废物了？外公，你这叫享福，多少人想想还想不着呢。好，享享福。闺女，阳台上那盆月季冒新芽了。这蓝城的气候就是好，养什么都活。是您手艺好。小婷，吃早饭了。妈，我月考成绩出来了，班级第12，年级前50。进步这么大，上次不还20多名吗？数学最后一道大题我做出来了，以前这种题我直接放弃的。其实老师对每个学生都认真负责，以前是我贪玩，现在我要认真学习。那就用成绩回报老师吧。爸，我上班去了啊。去吧，这有我呢。舒佑同志带领蓝城分公司年度业绩增长300%，超额完成总部下达的各项指标。经研究决定，授予舒佑同志
年度优秀管理者称号。谢谢领导，谢谢各位同事。这个奖不是给我一个人的，是给我们整个团队的。蓝城是个好地方，我们还会做得更好。你眼瞎呀？这都推不动，砖破了，卖不出去了，从你工钱里扣。快点儿，磨磨蹭蹭的，不想干滚蛋！外头等着干的人多的是。这人以前听说还是什么公司高管呢？高管来扛水泥，吹牛吧？我老乡说的，炒黄金赔光了，老婆也跑了，那也够惨的，高管混成这德行。呸！大补个屁！你们这些害人的东西，都是你们害的！老张头，你大老远从老家过来，累不累？我让尿药给你安排了酒店，晚上好好歇歇。不累不累，你闺女派车接的，舒服得很。老叔啊，你可真有福气，闺女这么孝顺。那是，我这闺女没得说。爸，您别光夸我，这花店的生意可都是您在张罗，我才是跟着享福的那个。圆圆，你现在可真是出息了，听说你当总经理了，是分公司负责人，不算什么大官，就是把事情做好，让爸过上好日子，不容易，真不容易。你一个人带着老的拉扯小的，还能干成这样，你爸有你这个闺女，值了。来，拍照了，好了啊，来笑一个。爸，这辈子我终于没有遗憾了。